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其实不仅仅是眼镜，而是我这个不再找眼镜了。干眼症的确是非常的不舒服，眼睛会痒嘛，你就会想要揉它。那揉它了之后呢，就很容易破皮。那所以是因为这样太不舒服了，所以就一定要来找眼科，来找这个院长。刚开始觉得脉冲光女性会比较了解，它好像要让皮肤有 Q 弹，对不对？那没想到这个眼睛呢，干眼症也可以用脉冲光，然后整个过程呢是挺舒服的，马上就有差别，就是那个眼睛痒的这个程度就差很多。然后再来就是肯定也是我当时比较经常热敷，很乖的热敷，所以呢这个眼睛发痒的程度慢慢的减少了。很多人以为白内障是这个年纪稍长的人才会，而且第二个错误观念好像眼球会看到白白的一层白沫。那我自己本人年纪也没有很大，然后第二呢，我也没有在我的眼球上面看到所谓的白白的白沫。其实，在选举的半年当中，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了。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老花眼度数增加，因为第一个我怕光。我坐车的时候，迎面迎来的光，或者是我看到红绿灯的时候，它会让我不舒服的感觉，畏光。然后第二个，我觉得好像那个我戴上我的老花眼镜的时候，怎么还是模糊的？然后甚至于看人或看你的五官都是重叠的。然后有点不太舒服，就是眉头深锁，因为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看文字，去跟人交流，所以呢，我自己眉头这边总是皱纹蛮多的。然后选举完了之后呢，还是不得不来找张院长来看一下。来看了之后才发现我的白内障已经非常严重了，所以必须要到手术的阶段。刚开始的时候是朋友介绍的，是我一位朋友，他说这边的环境很好。然后来了以后呢，的确，我觉得这个整个设施非常的科技，高科技的，然后那个设备又是非常的新，然后不管是张院长也好，不管是我们的护理人员也好，或者是我们的验光师，我觉得都很有耐性。委员是两大块，就是所有现代的人，不管是患者或者是你没有这些问题的人，其实都应该要做预防保健。一个是干眼症，一个是提早的白内障。干眼症、白内障都跟我们现代人使用3C 过度都有关。所以使用的治疗上，委员在干眼症上因为他做了很精密的检查，所以我们采用了最先进的脉冲光，把这个油脂线打通，这让您的泪水的品质能够很好。所以每一次的眨眼可以让泪水平均分布，而且不会那么快速的蒸发。明白了。这也回到您当时的症状，刚开始就是异物感不舒服。对。那委员的还蛮严重，还有角膜还有破损非常的不舒服。还加上最新的治疗是用您自己的血清生长因子，我记得，对，想起来了，对，还同步加脉冲光疏通，所以这整个的过程也非常重要。白内障部分我们结合了最新的手术科技，用了所谓的微创白内障手术，合并了3D 系统的叫做导航系统，能够配合装置的最先进的3焦水晶体，因为它对远中近都有加分，可是就是要让它更精准。有些患者还必须需要使用飞秒雷射，太熟的患者，飞秒雷射，成熟的受伤的。所以这些科技结在一起，像委员的白内障，我们照顾了3、4年每一次高票当选，他的白内障就增加一点。那最重要的是影响到他的视力。那影响视力不光是我们以前讲白内障要熟啦，看不见了，其实不是，就是远中近都要考量。是，尤其委员他需要咨询需要看，要跟很多的这个国会的看很多的资料。同时要远要近要换。是。听说你有很多副眼镜。对，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其实不仅仅是眼镜，而是我这个不再找眼镜了。其实是我最大的困扰，因为我不会随时把眼镜放在老花眼镜戴在我的眼睛上，所以有时候回去看名片的时候，这个人跟名片跟人我都会比较就要回忆起来就会对不上，所以自从呢，我觉得我换了做的这个手术之后呢，这个名片里面的最下面的小小的那个字我都看得很清楚。第二就是我的眉头展开了，这边不再用力了。以前我在看东西的时候，非常很集中，然后很用力的去看，然后你这个地方晚上回去的时候都很酸，而且会很不舒服，经常有时候会偏头痛。现在这个感觉好像也舒缓了很多。
干眼症、白内障是困扰很多族群的2个问题。那这2个问题同时发生的比例其实也是非常的高啊。原因就是大家过度使用，尤其是3C 产品的泛滥。所以在这2个同时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在医疗上必须去鉴别它的严重程度。其实最重要还是呼吁大家及早的去检查，做鉴别诊断分它的临床的严重度，然后跟你的专业医师好好的讨论，到底是哪一个部分是需要利用高科技去改善。